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李沁2套神圖刷屏，泳裝外搭透視山唇玉滿分，紅裙碎鑽慵懶驚豔。李沁的造型翻車1小時逆轉，團隊光速換裝背後暗藏內娛形象管理新邏輯。就在3天前，李沁因為一條粉色亮鑽裙被掛上熱搜吐槽榜，路演現場觀眾直接開麥，這裙子腰線低，蝴蝶結像地攤贈品，把女將軍穿成一味十足。可誰能想到，僅1小時後，李沁直接換上白色針織毛衣配麻花辮重返舞台。網友截圖時間軸對比發現，從造型翻車到口碑逆轉，團隊只用了120分鐘。這種近乎戰場級的響應速度，讓內娛同行坐不住了。翻車現場，死亡粉裙和神顏的極限拉扯，一笑隨歌路演現場的生圖成了照妖鏡。李沁身上那條粉色亮鑽裙被網友逐幀放大審判，裙擺的巨型蝴蝶結耷拉着，亮片在燈光下泛着廉價紫光，腰線卡在胯部最尷尬的位置。台下觀眾忍不住吐槽，劇中殺伐果斷的女將軍被裙子吞了氣場，瞬間變富小姨。雙引號，但鏡頭推到臉部特寫時，輿論開始分裂。生圖裡李沁的蘋果肌沒有絲毫下垂，下頜線鋒利的能踩指，連法令紋都淺到需要放大鏡才能定位。粉絲一邊罵造型師，一邊截出他微笑的動圖狂吹，這臉是吃了防腐劑吧？穿抹布都繃不了。爭議2小時後，團隊放出後台花絮，李沁指着裙子調侃把孩子生完了，搭檔陳哲遠忙打圓場說這是高定，反被觀眾對高定不等於適合啊。雙引號，逆襲關鍵，清冷美人的定位回溯。換裝後的白毛衣造型看似隨意，實則刀法精準。麻花辮削弱了粉裙的甜膩感，針織材質軟塌塌的裹住身形，反而把注意力拉回她那雙沉靜的眼睛。有網友翻出她去年穿淺藍旗袍的舊照對比，但演戲美人硬凹甜妹就是災難，回歸素淨才叫驚豔。雙引號，這種止損式換裝背後是團隊對李沁特質的清醒認知。她早年學昆曲的經歷刻進了骨子裡，手抬多高，腰彎幾度都有程式化的優雅。穿鎏金人魚裙時，她能靠昆曲練出的體態把魚尾裙撐出風流韻味，但遇到設計繁複的粉裙，那份含蓄反而被壓垮。內娛形象管理的潛流暗湧，李沁的案例撕開了內娛造型的潛規則。當其他明星還在用造型師背鍋加冷處理公關時，他的團隊選擇了物理性重置。有時尚博主分析，這種操作依賴3個前提：一是藝人自帶多套備選服裝；2是團隊有即時輿情監控系統；3是藝人本身能快速調整狀態。事後流出的現場視頻裡，李沁換裝後主動提起裙擺轉圈，讓媒體捕捉鬆弛感。這種對輿論的精準預判，遠比裙子本身更值得玩味。有觀眾拍到她在後場時揉太陽穴的小動作，但音樂響起瞬間，她立刻掛上標準微笑。所謂1小時逆襲，其實是把職業素養碾碎到每分鐘裡的結果。從紅裙到藍紗，李沁的時尚辯證法，如果把時間線拉長，會發現李沁的造型史就是一場反覆試錯的過程。去年資生堂年會上，她穿鎏金人魚裙大殺四方，露肩設計讓肩頸線像融化的金箔流淌進黑絲絨裙擺。網友稱她步步生輝的東方美人魚，但很少人知道那條裙子重達8斤，她需要穿着它連續站5小時不駝背。到了 L 紅毯，她又用霧霾藍紗裙破局，裙擺綴滿碎鑽卻毫不張揚，海風一吹就像浪花自然散開。這種不爭不搶的戰術，反而讓她在爭奇鬥豔的紅毯上被記作白月光。
對比同期女星用力過猛的蕾絲戰袍，她的成功印證了內娛新規則：高級感不是堆砌元素，而是做減法到極致。爭議背後的審美博弈，總有人質疑李沁的清冷感是造型短板。2024年底，她穿淡黃修身裙時就被嘲諷第一次見她胖成這樣，但這次翻車事件裡，正是那份獨特的疏離感成了救生索。當粉裙的豔俗與她氣質相斥時，團隊迅速切換到她最擅長的賽道，用低調色彩突出骨香，用簡約剪裁強調身形。這場博弈甚至牽出粉絲與造型師的權力拉鋸。事後有粉絲列出數據，李沁近3年出圈造型中，87%是淺色系、直線條設計，而翻車案例多集中在高飽和度、複雜裝飾的款式。他們集體發聲，要求團隊放棄高風險創新，回歸適配淡顏系的風格。這種用數據倒逼決策的方式，正在重塑內娛形象管理流程。海邊鎏金紗裙的隱喻式勝利，或許最能詮釋李沁時尚哲學的是那組刷屏的海邊鎏金紗裙寫真。單肩設計露出整片後背，亮片在夜色裡閃爍得像打碎的星河。她沒有做誇張動作，只是站在海風裡抬頭望天，裙擺的飄蕩弧度卻精準卡在仙氣與慾感的臨界點。這種看似輕鬆的驚豔，背後是嚴苛控制。知情人士透露，拍攝團隊等了4小時就為捕捉日落前後10分鐘的魔術光線，他需要反覆踏入冰冷海水維持裙擺展開的造型。當網友誇讚美得像 AI 建模時，沒人看到他裹着羽絨服在拍攝間隙發抖的樣子。時尚從來是場精密計算的冒險，而李沁的團隊正在把冒險變成標準化作業。